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豪。今天我们来做印尼千层蛋糕。我是第一次做，没有想到就成功了。其实做法很简单，就是牛油蛋糕的做法，只是后面烘烤的部分呢，真的很花时间。也难怪这款蛋糕可以卖那么贵。哇哦，你想象一下，牙齿咬下去一层一层的口感，我相信没有人会抗拒它的魅力吧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主要材料牛油。市面上牌子有很多，这种是经济型的，它不是纯牛油，里面掺有植物油的成分，所以价钱比较便宜。其他价格比较贵的呢，基本上就是纯牛油了，奶香味会比较浓郁，分成有盐 （salted） 和无盐 （unsalted） 两种。如果你用这种，就要在配方中加一点点的盐来提味。用哪一种都可以的，你们自行决定吧。牛油切成小块，放在室温下软化。鸡蛋16个，对，你没有听错，就是16个。分离蛋清和蛋黄。最传统的做法是只用蛋黄罢了。根据我这个配方，本来应该用24个蛋黄。不过呢，我今天做的是改良版，有掺一部分的蛋清。如果你要做全蛋黄的，只是少掉打蛋清的部分，其他步骤都一样哦。16个蛋黄和8个蛋清，这些剩下的蛋清也不要浪费，我打算用它做别的。记得留意下一期的视频哦。牛油软化到这种程度，轻轻按下去有个印就可以了。加入炼乳和细砂糖，用中速搅打。一定有一些糖会乱飞，粘到盆边去，一定要用刮刀刮下来，才会搅打均匀。大约过了5分钟，你会看到牛油的颜色变白，而且很蓬松的感觉，牛油就打发好了。分最少6次加入蛋黄，用低速搅打。搅打到看不见蛋黄后，不用停下来，直接加第2次蛋黄。一样的，加第3次蛋黄。这时候才把飞到盆边的蛋液刮下来，这样可以节省时间，不用每次加蛋黄前都要刮一次。后面一样的做法，加第4、第5和第6次蛋黄。先来推销一下我自己吧，欢迎你们订阅我的频道小豪厨房，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小豪厨房发布的最新视频。小豪每周都会跟大家分享一款美食或糕点的秘密，谢谢大家。这边你就要留意有没有蛋黄的残留。最后再检查一下，如果还有蛋黄就继续搅打，看不见蛋黄就可以了。我大概花了10分钟。普通面粉也叫中筋面粉 （all-purpose flour）， 这是买现成的千层蛋糕香料，包含了白豆蔻、肉豆蔻、桂皮、丁香和茴芹等多种香料，所以它的味道才会那么丰富。分2次塞入粉类材料。这边你也可以用打蛋器低速搅打，不过一开始粉会乱飞哦，这也是为什么我用手搅拌的原因。这时候你完全不用担心面粉会起筋，因为到目前为止配方中的水分还是很少的。面粉中的蛋白质要和水结合才会形成面筋。搅拌均匀，看不见干粉就可以了。
那配方中的水在哪里呢？没错，就是蛋白。蛋白有90%是水分，所以全蛋黄的配方做出来的成品口感会稍微偏干，更加扎实。蛋白什么都不用加，达到硬性发泡的状态，像这样，完全没有流动性，我只花了不到5分钟。这时候先预热烤箱180度，分2到3次加入蛋白霜。这边就不可以用打蛋器了，打发好的蛋白霜内部充满空气，蛋糕的蓬松主要是靠这些空气的支撑。用打蛋器搅打，用力过猛，蛋白霜是很容易消泡的，做出来的成品口感就会发硬。我有一期视频是关于牛油蛋糕各种问题的分析，你们可以点上方的链接去看看。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这边可以选择性加一点香草精，我有加一点，但是没有录到。边长17 cm 的方形模具，底下涂一层油，沾上烘焙纸。模具先放进烤箱预热3分钟。这边开始就要考验你的耐性了。每一层80克左右的面糊铺平。面糊预热肯定会融化，是正常的。也可以像这样让面糊流到4边。第一层先用上下火180度烤5分钟，直到表面金黄。烘烤时间最好每一层不要超过7分钟，因为烘烤的时间越长，口感会越干，所以一定要掌握好烤箱的真实温度。第二层一样80克左右，铺平。从第二层开始改为只用上火来烤，180度烤5分钟。如果看到鼓起来的地方，可以这样做，然后用平的工具轻轻地压平，不然层和层之间会有缝隙。就这样一直重复到面糊用完为止。做到一半，忽然下大雨了。你可以用计时器设定5分钟，时间到了它会叫你，这样你就可以去做其他事情了。终于到最后一层，外面的雨也停了。鼓包不是很严重的话，用汤匙稍微按一下就可以了。最后一层也是一样的，只是烤箱我们要重新调去上下火烤10到15分钟，直到表面金黄。设定好计时器，就可以去洗用具了。印尼千层蛋糕出炉啦！一样的，鼓起来的地方我们要把它压平。一定要等到完全放凉后才可以脱模，不然蛋糕很容易裂掉。修边，层层相叠的美感就出来啦。印尼千层蛋糕要等隔天回油后才会更好吃。由于高油、高糖，可能还高胆固醇的关系，一天不可以吃太多块哦，要克制一下。因为实在是太好吃了，不过也因为高油、高糖的关系，放在室温下1到2个星期是不会坏的，放冰箱甚至可以保存好几个月。今天就分享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小豪，我们下期再见。